张大人留步啊！张大人，张大人。 参见皇后。不知张大人硬闯大将军府，所谓何事？回皇后，臣绝无不敬之心。今日实因职责所在，臣不得不来此，带走一个人。大胆袁奎，嗜血杀人，潜逃至今还不露出真面目，速速就绑！张大人可有误会，他不是袁奎，是奕寒，是皇上亲封的长者奕寒。奕寒，哼！ 好一个长者奕寒！袁奎，你藏得还真够深呀，连皇上皇后都敢隐瞒，可知这更是欺君死罪。杀人欺君之罪，非同小可。张大人可有证据？当然有，把人证带进来。诺。参见皇后。夏仆夜，你可否看清楚，此人是否袁奎？ 正是袁奎，当年我抓捕他时还被他所伤，但是最后让他逃走了。别以为你是做官的就可以血口喷人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我女儿为国捐躯，今日是她大殓之礼，你却带人闯我灵堂，坏我大礼，对我女儿毫无尊重。你说你居心何在？我并无不敬之意，只是什么？你随便带个贼眉鼠眼的人来污指奕寒，就可以带走他吗？他可是皇上亲封的长者。 大将军和皇后更视他为亲人，他要是杀了人，就没有天理了。你无凭无据就想把人抓走，休想！法之当头，杀人偿命，有何不可？今日我就是要带走这个逃犯。你，心想，慢着，张汤，你说并无不敬，但大将军位在你之上，你明知道今日大将军夫人返家设灵，你没向官旧吊唁施祭，没向家属致哀慰问。 却带兵进来抓人，其中礼数何在？敬意何在？臣一心追捕逃犯，只怕让其再逃脱，所以疏忽了礼节，还望皇后息怒恕罪。你执法以严，无可厚非。但法之拟立，本为保民安民，所以也要因时制宜，法中留情。大将军的外姑刚立丧女之痛，你无半点体察劝慰，还出手推撞，岂是合情安民之举？ 臣不敢。大将军正以身犯险，决战大漠，为我大汉子民安身立命。大将军夫人忠义不屈，宁死不为外敌所胁。若因你莽撞，令太夫人跌倒受伤，如何向大将军交代？是臣大错了，请皇后恕罪。幸好未成大过，我就暂且饶你。谢皇后，但敢问皇后。 那逃逸多年的杀人犯，又当如何处置？易叔叔，你对他们的指控，可有片言只字回应？回皇后，小的无话可说。那么，你真是袁奎？我的确是袁奎。不。 你真是疯了吗？你怎么连自己的名字也记不住啊？啊！你这老头是怎么了？你根本就不是……不。但无论如何，我得谢谢你。我跟他们回去。不。谢皇后。带走。诺。别担心，他会没事的。 我不会让他有事。易叔叔免礼。谢谢你们来看我。张汤可有严刑逼供？我本是罪人，甘心伏法。张汤根本无需严刑逼供。易大叔怎么可能是罪人呢？ 你一路以来为我们出谋划策，助我们一次又一次躲过险恶，还加在善之余奔走各地，只为济世安民，这岂会是歹毒杀人之凶徒所为？我不管你有何过往，我只信我认识的易叔叔绝不会是个罪人。你们可记得我对皇上曾经说起过我的过去？记得。
易大叔与师兄斗法，虽大胜师兄，却连累恩师受怨，被师兄害死。恩师却是因我狂妄斗法，连累而死。但是当日我并未向皇上说出全部的真相，只因我师兄怪怨恩师将学识只传我一人，愤而将师父杀死。我悲愤交加，亦悔疚不已，要将师兄拉去见官。但师兄反目，更将杀师之罪陷害于我。我这手臂上的疤痕，就是与他争执打斗时留下的。我受伤之后，师兄却未停手，反而招招想置我于死地。我只得奋力反击，但错手杀死师兄。这只是自卫自救，即使落在廷尉手里，也非大罪。师父的一班同门见我提刀而出，且刀上沾血，就一意说是我残害师父，谋杀同门师兄。我根本就是百口莫辩，只有逃走。如今张汤查审，你有如实相告吗？人已死，事情已过去太久，仅凭我一人说辞，不足为惧。况且我逃避追捕，误伤官兵，夏勇就是实证。唉，算了。回想起来，我确实是罪有应得呀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师兄死后留下孤儿寡母，无人照料，四处漂泊，最后饥饿而死。归根究底，这一切只因我狂妄斗法而起。恩师授业之时，早就要我收敛，不外露。若不是我轻狂，恩师不会死，师兄不会死，更不会发生饿殍在野之事。所以易叔叔一直对孤寡弱小特别关照。其实这些年来，你一直在赎罪，受你救助的人数以千百计。易叔叔，你也该安心了，不用再自责。能安吗？每当我看到这疤痕，就好像听到了师兄的怒喊声，想到他的妻儿孤苦伶仃，颠沛流离。我的本名叫袁奎，因我罪孽深重，后来改名叫易寒，以求以后不再轻易发怒，逞一时之快。所谓罪孽，都是一时义愤，不甘于恩师被杀，且自救于被人威胁，实非大罪。而至于孩童惨被饿死，又怎能归罪于你呢？你不是我，难明我心中之痛啊！我苟且多年，算是苍天恩惠，给我救孤助贫的机会，也算是弥补了一点过错。如今前世被戒，因而伏法，也算是解脱了。易叔叔，别为我伤神，一定要保护好你的妹妹。我知道。皇后，还记得我们如何相识吗？再为易叔叔做一次蒸饼，可以吗？易叔叔想要什么，子父都会为你去做。其实当年早已心无所恋，一直放逐自己。可那一日，你好似仙童一样，打开了我心中的死结。自那以后，我便决定此生要行善赎罪。易叔叔心本善良，有无子父，都会一生立德乐善。恕我这一生，若说真做过什么能够略抵我的罪过，那就是有幸可以助你入宫。只因你一人，就造福了多少苍生啊！当年要是没有易叔叔吐出枣斧，让沈家滑倒，我散发相扶，
我怎么能够被皇上宠幸？如果没有易叔叔送我挂饰，子夫今日早已离宫。自从小时候遇到易叔叔，易叔叔送我“不争、不显、不露”这6个字，让子夫一生受用。子夫就当易叔叔是上天派来帮助我的贵人。皇后持伞，急求上苍，天降甘霖，佑我万民啊！皇后持伞，天降甘霖啊！陛下，逃犯易涵已经被捉拿归案，且已承认杀人之罪，论罪当斩。陛下，叶寒防卫时错手杀人，治他死罪，甚是不妥。陛下，为自保而错手杀人，只是易涵一面之词，不知真假。漠北一事非同小可，李广经为一时会合，无故失踪。朕早就叮嘱卫青，此人不可再重用。朕正烦忧前线，你身为御史大夫，理当理清缘由，知道真假再来，否则别来烦朕。请陛下万勿烦心。参见皇后。起来吧。谢皇后。陛下圣安。朕现在忙着边关战事，不想再谈易涵一案，皇后不用为他求情了。陛下睿智英明，定有公断，臣妾又怎会妨碍平添陛下的烦恼？只是希望陛下能听臣妾说8个字。说吧。罪不可恕，易涵该死。你此说可有理据因由？即使易涵曾现寻水之法，帮助各处郡县找出水源，拯救苍生，可他毕竟杀死残害恩师之人，于法不可容。难道易涵之功竟抵不上他误杀之罪？不错，纵使易涵当日解民困、济祈雨，保帝后之名，免万民迷信，可他毕竟曾经误杀，且百词莫辩而拒不逃逸，罪不可恕。皇后此言，臣不敢苟同。易涵赠千金于旱灾孩童，持在善之余，为陛下广撒君恩。纵使他救孤寡、兴义学、举孝廉、建贤臣，助陛下弘天地之大德，施雷雨之深恩，可他毕竟借此掩饰身份，欺瞒陛下，绝不可恕。皇后想说的是，纵使易涵误杀逃亡7镇，可他披荆解困，千金救孤，举贤育才，渐渐勋劳，立下千古奇功吧。陛下，而这一切皆是出自赎罪之心。陛下，人谁无过？易涵不但知罪悔过，且功在民生，却有功而不自居，只以救助孤寡为己任，这是善莫大焉。臣求陛下饶易涵一命。易涵如今所为，事事为善，件件为民，皆为可恕之由。陛下明德，求陛下法外容情，恕改过从善之人不死。陛下，请听臣张汤一言。若所言只是依法治罪，那就免了。难道朕不知道各种道理吗？陛下，前线有急报上奏。说。大将军胜了，骠骑将军大胜，在漠北把敌人打得溃不成军。好，朕就知道他们不会让朕失望。卫青大胜，国之大幸，大汉之幸啊！都是天之所佑，是陛下仁德感天。待他们凯旋，朕要重重赏有功之人。陛下，易涵一直视大将军为子侄，不单以睿智提点引导，又以食疗养其身体。假儿死后，
又悉心照顾大将军府上下，让他驰骋沙场无后顾之忧。此一胜战，易寒亦有功。这么说来，大将军府的婢女家丁都有一份功了。皇子犯法都与草民同罪，易寒虽有功，但人命关天，加上欺君之死罪，绝不可徇私。功罪不可混而谈之，以罪论之。杀人本该偿命，欺君更是不可容。不过，朕得四海，因承天命。此次汉军大胜，乃天佑我大汉，助我将士，为报天恩，佑我汉室。朕要推恩天下。御史大夫张汤，臣在。为朕传诏：汉军大胜，普天同庆。凡犯罪者，家有孤寡的，赦；误杀误伤的，赦；自卫杀人的，赦；案件超过15载，情由难考的，赦；心有悔意的，赦；曾中病苦的，赦。你可记清楚？臣记清楚，一切遵陛下之命。臣妾谢陛下。谢陛下。参见陛下，皇后。你们终于回来了。臣与去病，终于不负圣恩，为大汉取胜而归。回来就好。姨母，我与舅父履行承诺，毫发无损的平安归来了。此一，你二人率师攻将，涉水而破，善于张曲，击左贤王、扶屯头王、韩王及将军、都尉、相国等83人，歼灭对方将士7万多，致使外敌北遁远走。大将军卫青、骠骑将军霍去病，听封。臣在。朕封你二人为大司马，俸禄相同，从此共同为我大汉开疆拓土，除敌解患。谢陛下洪恩。臣必将竭心尽力，一定誓死杀敌。起来吧。两位大司马，真为大汉之双臂，如今普天下臣服于朕，战马将歇，外患不在，这万世之功，朕必镌刻于石屏上，再书你二人之名，万世称颂。谢陛下圣恩。卫青，朕的封赏还不能解你心中郁结吗？陛下对臣百般称许，臣却心中有愧。作为统帅，竟思虑不周，致使李广老将军不堪受辱而死，致使陛下又损了1员2将。弟弟，舅父，李广将军延误军机，你只是派长史去问话，是按例行事啊。他自感受辱而自尽，这与你又何关啊？可是李将军是因无向导而迷路，他多次行军，理应精于地理，竟因迷路而延误军机，这罪责难脱。当然，他英武一世，却一直有功无爵。其子李敢，在你军中做事如何？勇猛过人，一直代行副将之职。好，李敢杀敌有功，那朕就封他为关内侯，10邑200户。卫青，可有异议？臣代李敢，谢陛下隆恩。进入这传德殿，便是一家人，不必拘束礼仪。但愿能让你们姐弟稍感宽慰。
能见去病和弟弟无虞归来，臣妾最大的心愿已了。姐姐对我千般信任，我怎能言而无信？看着我凯旋而归，姐姐应该欣慰。我们因仇恨而乱心智，没因离情而误苍生。我一介女卑，最在乎的不是这盔甲上洒了多少外敌的鲜血，而是他为我弟弟挡下了多少刀光剑影。姐姐，这巧手日夜劳作，为你绣出了这满载祝福的长寿绣。你也终于可以看他卸下盔甲，为他披上你的祝愿了。可嘉儿却看不到了。若无他，我早已不知身在何处。得他所佑，我卫青才有今天的功绩。嘉儿生前幸福，死时英烈，身后荣耀。而弟弟如今平安归来，他如此一生，已是无憾了。沈家在天之灵，见你功勋盖世，定感欣慰。布院又飞起来了，母亲又在看着我们了。哎，给我，父亲过来。姑母说，母亲就是布渊，越飞越高，直到青天。那我们陪他飞吧。好。快飞！飞天了！飞好了！布渊飞得好高！飞了！嘉儿出嫁之前，我和她曾放过不远。当时以为她只是水中佳草，纤细柔弱，却不知她也有靠近苍穹的勇气，也有为爱而亡的英烈。我当时曾经怀疑你们是否天赐良缘，直至今时才悟到，苍天只赏一段缘，良有与否还看人为。这些年来，他的委屈、孤寂、隐忍与付出，我都能明白。从一个寄人篱下的柔弱婢女，到抚养3个孩子，操持偌大府邸的大将军夫人，他一定有说不尽、道不完的烦忧。可无论何时，他对我总是以笑脸相迎。他比我们想象的要坚强的太多了。你放心翱翔吧，我为青天，你为不远，即便生死相隔，也可相依。嘉儿，这就是你的夫君，活在你身边，也活在你心里的夫君。你如一棵水草出生于世，离世时，却在这驰骋沙场的夫君心里，留下了一片苍翠绿洲。嘉儿看到卫青和孩子们都振作起来，一定很安慰。他看到你，也能忘记忧愁，喜乐如故，就会更安心了。
大将军，平阳公主到访。参见公主。我特意来贺大司马7战7胜，再次荣归。谢公主关怀，卫青不过承蒙圣恩，尽职尽责罢了。我府中来了些苏合香，记得沈家在平阳侯府的时候很喜欢这种熏香，所以特地带来了一些，算是尽一点心意。此种熏香聚诸香之气而成，能辟邪聚正，祭奠沈家正是合适。我记得嘉儿一向喜欢将沉香添于苏合香之中，更像甘醇之味。他的喜好你都熟记于心，想来他在天之灵定能欣慰。这宜家阁就是为了嘉儿而设，一切自然要按他的喜好。我每每来此，都觉得他还在世。思这一意，你应该节哀顺变。嘉华矣，虽是杂草，可一落根，便蓬勃而生，繁华一片。看似轻弱如鸿毛，却敢为江山社稷，为君牺牲。如此英烈，重比昆仑。沈家实为女子楷模。卫青替沈家谢公主夸奖。如若嘉儿知道公主如此看待她，必会开心。我真心敬佩她，羡慕她，有几人能有她的福分？你很幸运，可以娶得如斯女子。能娶到嘉儿，确是我卫青之幸。我曾经祈求上苍，许我与嘉儿偕老，但是天命不允。有时真希望永远停驻在军营那天，共望星空，相偎相依。我曾将我的委屈比作梦魇，其实一切皆梦，即使美梦难舍，也要将之化成回忆，永存心间就好。我放开梦魇，重获新生。但愿你也能放下美梦。公主说的一点不错，梦醒天明，便是昼日一时。让开！关内侯，万万不可！大将军正……我不管，我现在要见卫青。关内侯，这……关内侯，前来大将军府所为何事？我是为我父亲而来。若不是你，先父怎会免去先锋，调离阵前，转做护军？若不是你，先父怎会迷路途中，未能如期会师？若不是你，先父怎会觉愧对李家先祖，愧对军中将士，自刎而去？卫青的确思虑不周，令老将军心生误会。误会？先父的行军路线迂回，又无向导，大漠方向难辨，迷路时期也在情理之中。何以皇上尚未责罚，大将军就派长史羞辱先父？卫青绝无羞辱李将军之心，当时只是想问清真相，以便回奏皇上。以大将军的才智，怎会不知先父一生傲骨，宁死不受小官的质问羞辱？你逼死我父，一句思虑不周就能挡过去吗？确实不能。先父守边数10载，连外敌都尊称一句飞将军，但一直有功无爵。本想争这一仗领功封侯，却全因为你，令他无功反获罪，还命丧大漠。对于李老将军的死，卫青深感悲痛，亦觉有愧。但这绝非是卫青本意。如今溃汉已驻，我指望与李家放下私怨，同仇敌忾。只是不知如何才能让你消除心中仇怨。再来！你竟敢对大将军不敬！你可知你这一巴掌
足以置你于死地。我李敢既然敢来，我就不怕死。何谓不怕死？不怕死，乃是沙场战士面对10万大敌奋勇之前的气概，并不是用来泄愤逞强的姿态。一在以下犯上，我一再容忍。一是敬重你的父亲，一生戎马，为国尽忠；二是念及你心怀丧父之痛，莽撞言行，一切皆源于孝道，并不是本大将军怕你。你随父从军多时，该知以下犯上藐视军纪，罪当如何？论罪当斩。若伤及统领天下兵马的大司马大将军，更是悖逆不忠，图谋作乱，不只要斩，还要灭族。李老将军自刎，为的正是不辱门楣荣誉。你身为李家后人，竟为一时义气，陷自己于无礼无纪、不忠不孝之恶名。老将军若在世，当作何感想？正如公主所言，你论罪或当灭族，你该如何对得起李家上下？不过，我谅你丧父之痛，此事不再追究，到此为止。你年少气盛，未颜面，不肯言谢。大司马大将军气量大，容得下你。不过，你既已封官内侯，又是李广老将军唯一在世的儿子，应该修德养性，当个不枉你父所教、不枉皇上所封的君侯，在沙场驰骋征战，保我大汉子民，显你李氏威名。若他日再凭血气逞威风，大将军能轻饶你，皇上也绝不会饶恕你。段叔叔为何在此啊？等候多时，阻止你去找李敢。如此说来，段叔叔是知道我舅父被辱之事了？知道。那还拦我？我今日要让李敢知道，什么叫做官序贵贱。不要以为羞辱了百官之上的大将军，还可以安然无恙。拦你的不是我，是皇后之命。什么？是姨母？姨母，你为何不让我去教训那李敢？姨母，去病又沉不住气了。那李敢到大将军府去撒野，羞辱舅父，如此放肆，我作为他的上级，还要对他心平气和，那就是罔顾军纪呀。去病可知，你舅父为何不依法处置李敢？舅父就是对下属太仁慈，那李敢才会这样。当日，李敢的关内侯的爵位还是舅父向皇上请来的，他竟不知感恩，反而对舅父动手，传了出去，让舅父日后何以立军威啊？没想到这花的根枝都烂了，难怪花朵会枯萎。宫女应是怕水分不够，而不断浇水，谁知却落了根苗，可惜啊。本以为是为他好，可如今看来，竟是害了他。可见凡事都要把握分寸，不能过犹不及。何必拐弯抹角？或许你们认为，去病失了分寸，但去病也是战场上带兵的将军。战场凶险，将领若军威不显，下属便不受令，全军会处于险境。更遑论战胜。去病说得对，但你所为到底是想相助舅父，还是想让你舅父失信于将士，军威荡存？你舅父既然已经答应，概不追究，又有平阳公主作证，你现在再去找李敢算账，岂不是让你舅父言而无信？这大将军出尔反尔，
何以立君威？难道就这样算了？大将军说了，到此为止，就服从命令。我只是怕那些将士恃着舅父的仁德而生骄。不过，舅父既然金口已开，我也不能不尊重。且一如姨母所说，如果再这样追究下去，怕让舅父为难，还是算了吧。你说算了就好，但是不要不甘心。你舅父感念李敢丧父，不是纵容，只是体恤。身为统领，有勇有谋固然是胜敌关键，但是勇谋无力，甚至权势地位，总有衰落。只有仁德的力量会日积月累，令下属生死相随的奋战，也让皇上与臣民信任维护。我明白了，姨母就别再教训我了。那好，姨母这次就饶了你。多亏段大哥帮忙接他过来，不然去病可能又要闯祸了。是去病懂得看通全局，愿意放下仇怨。段大哥，不如留下来与我们一同用膳，我让人再备些好酒好菜。哎，好，这个主意好。我今天就跟段叔叔来个不醉不归，以泄我心中愤恨。那段叔叔就只有奉陪到底了。那我叫人去把大嫂也接过来。她不是定时会进宫给段大哥送东西吗？今天应该在吧？是啊，段叔叔常忙公事，少有回府，反而住在宫里卫所颇多。让叔母这么来回奔波，待会儿你可要好好陪陪叔母啊。应该的。叫。段叔叔，去病敬你。果然是好酒。素闻大嫂煮的一手好菜，今日有幸一尝，果然是甘汁肥浓。谢皇后夸赞，皇后亲下膳房，就连蒸饼都亲自做，立即真心佩服。还不是我这外甥最爱吃我做的蒸饼吗？姨母，别这么说，这不是也有段叔叔喜欢吃的烧龟粒吗？对了，土熏已经修好了，就放在卫所。辛苦了。土熏怎么了？之前不慎跌地，裂了条小缝。我见夫君用了多年，十分爱惜，想来是别有意义，选了几个工匠把它给修补好了。段大哥是惜物之人，土熏又是他常用之乐器，定是珍而重之。还好没有伤到上面“平安”2个字，否则段大哥肯定更心疼。原来是那个熏。其实已成老旧之物，若再损坏，就不用再修了。我令工匠再做一个新的来，上面同样也能刻上祝福。原来这熏是皇后送给段大哥的。当年段大哥要远赴西域，想送给大哥佑他平安，最终还是等他回来才送到他手上。姨母，我早有听闻，姨母与段叔叔琴熏合奏，但是去病却无缘听到。不知今日可否有幸能听二位给我们合奏一曲啊？段大哥，不如让明月去卫所把你的土熏拿来。就放在阶案上。去吧。诺。只是这古琴，我已许久不曾碰过，或会生疏。久闻大嫂是淮南一绝，倒不如让你们夫妻2人合奏一曲更好。哎，也好也好，让我这个武夫沾着雅兴也行啊。其实我还没有试过与夫君合奏呢。叔母，你们夫妻日夜相随，怎么可能没有合奏过啊？一定是叔母当着我们这些人不好意思演奏罢了。去病，怎可取笑长辈？还是子夫献酌吧。好，转了一圈啊，还是你与姨母合奏。
真想不到，飞鸾都有了自己的孩子。这次生产很顺利。是啊，时间过得真快。飞鸾出生的场景，就好像在眼前。如今，已有小马相伴，生老病死，潮起潮落，人生也大概如此吧。花开终有花谢时，花谢终有花开期。一株迟暮，却又一岁枯荣。即便繁花落尽，却仍有无数生命在发芽生长，生生不息。公主，好像忘了一件事情吧？什么事？我记得当时我们接生了飞鸾，约定与她结为相知，之后起个名字。公主觉得叫什么名字好呢？易经有云：“生生之谓易，马之良才谓之俊。”俊逸，如何？逸，广以大矣。生命之广，在于不息；生命之大，贵在日新。希望俊逸继承他父亲的品性，温顺矫健，又胜于他父亲，驰骋于更大更远的领域。生生不息，代代承传。也希望我们的儿女也一生健康，比我们活得更好。我3个儿子，如今越来越懂事孝顺，每日看着他们成长，真是让人心安。香儿也很孝顺，如今她是我最大的依靠。其实还要多谢你，当日让我见到飞鸾出生，我才体会到做母亲的滋味，我才决定将香儿抚养长大。如今有她相伴，我就不感到孤单了。世间万物都难敌亲情珍贵，公主多去平阳县看看她吧。是啊。上次让姐姐替我办的事，可别忘了。嗯。王夫人，两位妹妹来采花啊！我要是能像妹妹们这么悠闲，那就好了。夫人，你一会儿要去陪皇上晚膳，一会儿还要照顾二皇子，哪有这种闲情啊？还要带着这么重的事物，那就更累了。这是皇上御赐的，我呢也不敢不带呀。那天让我选的时候，我本来也不想选那么多。可皇上一直叫我选，那我只好多选多带了。皇上让你先于其他嫔妃挑选，可见对你用心之深。这确是上天的眷顾，圣恩昌隆嘛。王夫人的头饰真是华丽，不过这种宝物，皇后也一定不少。那是当然，皇上那么疼皇后，只是皇后谦厚，对于赏赐自然不会那么少见多怪。我们这些闲人啊，还是回去晒花做酒吧。王夫人告辞了。妹妹，不要紧。识变是谦，自古有之。皇后现在有再宝贵的东西，也只怕没有心情玩赏了。姐姐是说，魏大将军被李广老将军的儿子打了一巴掌的事。最奇怪的是，皇上若是这么宠爱皇后，怎么连他的家人受了这般羞辱，竟没治那人的罪，为魏大将军讨个公道呢？姐姐的意思是，皇后失宠了？不是说识变是谦，自古有之吗？朝中的这种波谲云诡，也看得出后宫的起跌兴替呢。皇后是善良仁慈，但也不免会被亲人连累吧？就是啊，大将军害死老将，那霍去病仗着自己的舅父姨母，作威作福，事事作恶，天天耀武扬威的，还打伤我们的弟弟。当时刚进宫，迫于无奈，绑帝认错，现在想想，我的心里还疼呢。恶人有恶报，
等哪日他威势不在，把这恶人吊起来，狠打一通，才叫快意。恶人就在此，谁要打我？我是恶人，我就在此，你打呀！你们俩每日在后宫无所事事是吗？竟乱生是非，搬弄口舌，重伤朝廷重臣，都活得不耐烦了吗？大司马，我们不过是妇人无心之说，您大人有……姐姐，他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祛病，祛病，你醒了。陛下，躺下，躺下。太医令，快来，大司马醒了。参见陛下。免礼，免礼。怎么又突然晕倒了？我没事，就是老毛病犯了。启禀陛下，大司马因寒血外侵，一时脉寒缩拳，导致胸壁晕倒。如今脉象已经顺通，再服几副汤药，就无大碍了。那你快去准备，一定要好好调理。诺。勿需担心，真的没事。我小时候不也常常晕倒，现在还不是好好的。虽说你生来便有着昏厥之症，但不是已经治好了吗？他自小多病，所以取名祛病。可惜这病苦于查无病因，名医都说习武强身或有帮助。这些年来跟我和卫青练武骑马，昏厥也有所缓解，怎料现在又突然复发。以前他每次这样晕倒，臣妾都担心他不再醒过来。有一次好久不醒，现在只要回想起来，也还心有余悸呢。姨母，其实你当年是受骗了。以前我晕倒，不知有多少次是假的，因为每次晕后醒过来，我说要吃什么，你都给我做什么，所以我就装晕，骗你的蒸饼吃。哎，这事舅父也是知道的，那时我们经常联手，骗了你好多次呢。哎，你这小子，我们在关心你身体，你怎么把我扯进来？你们看我像是有事的样子吗？啊，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羸弱病童了。哎，来，我给你们耍几套拳脚。好。以后要吃蒸饼就跟姨母说，不用像以前一样装晕倒吓唬大家。知道了，去病不怕千军万马，就怕姨母教训。以前是年幼无知，以后不会了。谁会想到，千军万马的统帅，当日为了骗一个蒸饼，装病卖乖。去病装晕，也只是为了一个蒸饼。姨母受骗相信了，也不过是担心一阵，只怕有些人装疯扮傻，要的远不止这些。看来我们的大司马不是为蒸饼而来，而是另有话说。那天在我晕倒前，我在庭院遇到王夫人和她的姐姐，在说什么魏家失势，皇后失宠。我看他们二人对姨母心怀不轨，急于争的远不只是恩宠，还有权位。其实那个王夫人本性不坏，当初选她入宫时，她身无一物，却愿意为家人牺牲。如今看她对皇上、对儿子，也都是真心爱护。仁者见仁，姨母贤德，看谁都是看其善。不过我也有担心，以前的穷困，让她太在乎得失，容易迷失本性，误人误己。尤其是她的个性容易听人教唆。原来这一切，姨母早就了然于心了。当日红儿与巨儿独处时无端受伤，我总觉得事有蹊跷。或许
也是有人从中作梗吧。我会再仔细查一查，也会找机会与王夫人谈一谈，好好引导她。希望她能保持本心。这些头饰可真够重的，戴得我颈都痛了。刚才在贾美人的殿中，把她和瑶姬气得涨红了脸，还是值得。那倒是，当然要让大家看看皇上给我的赏赐。自从霍去病晕倒后，也很少见他进宫了。那个霍去病，看似壮硕，说晕就晕了，说不定哪天说死就死了。现在，皇后她出宫去祭祀皇太后了，这连每日的请安都不用，日子过得可真是又舒心又自在。依我看呢，魏家的强势必定走向衰弱，不然霍家的人怎么会说病就病呢？看来皇上很快连皇后都不宠了，皇后才要出宫祭拜，求先祖必有皇上留在她身边。皇上不宠皇后了，不就只宠爱你了？那就太好了，姐姐，只要能独得皇上的宠爱，那我也就安心了。夫人，皇上刚派人来说，今晚在交房殿设宴，请夫人和王三姑娘一同前去，共享王后新进的贡品。我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诺。姐姐，皇上为何不叫我们去飞长殿，或者亲临凤凰殿，而叫我们去交房殿共赏贡品呢？妹妹啊，皇上想与你欢聚，这后宫最富丽、最雅致的殿宇，当属交房殿呀。皇上趁皇后出宫，便召你去交房殿，可见你在皇上心中的地位，堪比皇后啊！快好好打扮打扮。参见王夫人，皇上有急事需要处理，请二位先在交房殿稍歇片刻，享用上贡珍果。皇上2个时辰后就移驾前来。你帮我传话，请皇上安心处理公务，不必担心我，我会在此静候的。诺。在这交房殿中静候着，真是惬意呀。真是好喝，清纯甘甜，果真是上品美酒。如果一直能享受这些珍品，永远守住这份宠爱就好了。妹妹有这么一个可爱的小皇子，必能永守宠爱。你看，你我在这交房殿内，你不俨如这宫殿的主人吗？皇后宝座在这里，与这交房殿的大气交相辉映，以前都可望不可及，今日啊，终于可以摸一下这个宝座。原来宝座如此别致气派，不知坐上去又是如何呢？妹妹，不如试试啊。如果皇上不是将妹妹与皇后同室，又怎会宣你在这交房殿相聚呢？那你就赶快试试这宝座吧，啊！说不定不久之后啊，这后座就是你的。现在也只是试一下。皇后金安，民女特前来向皇后问安。姐姐，
我仿佛看见这殿下的妃嫔婢仆都在向我俯首膜拜呢。民女参见皇后。平身吧，王桑，你照顾皇太子刘弘有功，本皇后要封你为公主，10亿万户。谢皇后恩赐。这宝座果然舒适安逸，这一坐上来，这数日的晕眩都神奇的好了。是吗？有这么舒服吗？姐姐，要不要来试一试？姐姐万安。免礼了。今日我贵为皇后，得替皇上惩恶除奸。魏氏一族弄权跋扈，全部该死。卫青害死李广父子，处以极刑。那霍去病嚣张可恶，哼，先重打50杖，然后把他当众刨落。大胆！大胆刁妇！擅登后座，是何居心？跪下！陛下恕罪，民女并无僭越之心，只是一时无知，见没有人才试坐一下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姐姐只是一时起了玩念，还请陛下恕罪。单凭一句玩念，就想拖着僭越死罪？以皇后之位来玩，对朕的重臣处以极刑是玩，刨落朕的大将是玩，难怪有人状告你们2人有谋夺后位之心。这一玩，就把你们的居心全都显露了。陛下饶命啊！民女真的只是一时好奇，见这宝座似能医治晕眩之症，所以才试坐的。荒谬！你把朕当作是目盲耳陈的昏君吗？朕一见你刚才那副嘴脸，就知道你的心思有多狠、多坏。宫中的倾轧就是由你这等人而起，你罪犯大不敬，绝不能饶。陛下，你休想再求情！来人，在，把此2人拖出去。王桑即刻斩首，王晏押回凤凰殿，等候发落。陛下饶命啊！陛下饶命啊！陛下饶命啊！妹妹，妹妹，妹妹，救我呀！妹妹，陛下，陛下，放过我姐姐吧，我们是无心的，我们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谋夺后位。陛下，放过我们吧！休要狡辩！你纵容亲情，居心不良。朕是念及你是红儿的母亲，才饶你不死。朕会册封红儿为齐王，明日你就与红儿启程去封地，做你的齐王太后。陛下，陛下，臣妾知道错了。拉下去！陛下，走。陛下。红儿，他们母子这一去，等于永别长安了。朕知道你心有不忍，放心。齐国地势险要，城郭极大，只是临淄城就有10万户，是地大物博的好地方。朕没有亏待他。衣风十足，或许就是人心变异的开始。想当初，他患难中仍为家人牺牲，其纯其善。可是如今却……人易得，人心难测。这么一个怯懦柔弱的女子，一朝得宠，竟也有僭越之心。若不是去病揭其居心，日后她气焰更盛，后宫就更多事。这是去病向陛下进言。去病从小就在你身边，得理照顾，他关心你也是应该的。嫔妃们争宠，本是平常事，
但若背着君上，便擅议朝中重臣，而且态度极为嚣张，对皇后语出不敬。听其言，知其心，恐怕日后成为后宫祸患。是否祸患，一试便知。以前是臣妾照顾他，担心他，想不到如今反而是他担心臣妾，急着维护臣妾。而朕更担心的是王爷身边有个只会煽风点火、居心叵测的王丧。陛下远虑的是红儿还小，不懂人情世故，耳濡目染，会受王丧影响。王氏姐妹敢觊觎你的后位，就也敢教红儿抢夺太子之位。或许当日红儿受伤，巨儿受疑，也是与王丧有关。早早将红儿送去封地，才能避免一场兄弟纷争、宫廷倾轧的祸乱。但是陛下就要与儿子骨肉分离。身在帝皇之家，这种分离就必须承受。多谢陛下，一直处处为臣妾和巨儿着想。朕身边可信之人越来越少，朕只想好好珍惜你这份真心。